前情提要，上一集音乐人聊当兵，我们找到资深音乐人黄国伦老师跟新时代偶像黄氏兄弟的伟伟一起来参与音乐人聊当兵。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影片。但现在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实习生叫刘备啊，交大毕业之后啊，正在当兵。他昨天晚上传了一个讯息说，他正好抽签，他抽到东营，哇天啊，签网签网，真的是签网。然后他就开始发脆跟大家讲，开始那个上网发 IG 发脸书跟大家那个，就跟我觉得跟以前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以前就是打电话过去，喂，我抽签，我抽到哪里？然后我当跟我女朋友说我抽到了外岛之后，2个礼拜直接分手。哇哟！我再请教一下。你们那个时代当兵，你们还有写信吗？有啊，有有啊，因为会有那个，不是都传简讯就可以了，会有发信的时间，发信是最快乐的时光。你还有写信吗？有啊，因为我们那个时代都是写信的。那你那时候你是写给家人？我就写给他啊，但是我一直在等回信，就没有回信。你讲到这个，我想到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他刚刚我也讲到那个手机，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聊到说，为什么凭什么今天我们3个人可以称为音乐人坐在这里，是因为我前面当中有写过一首歌，它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在当兵的时候写的歌词哦，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就是讲完电话，你就知道他的电话应该就是分手电话，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那一幕，我才太震撼，因为突然就是你就看那个人定格在那边，然后完全不动这样子，就跟我一样。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我的那个大兵日记就写了歌词，就说他拿着手机看起来却很伤心，他拿着手机看起来却不发音。你该不会今天有准备吧？他拿着手机，你要播出来给黄老师，我要听一下，点评一下。那个时候是我就当兵那时候写了一些歌词，但是我是退伍之后靠团员，因为我们团员都喜欢卷，我们团员都很厉害，然后我们就学，我突然把那个以前的那个歌词就拿来写了，就是我不敢听因为好像在写我。哎呀，对不就是我的故事吗？不是手机，是公共电话。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你这是什么话？不一样，我们时代不用触景伤情，不用。然后我们还因为我会在大兵日记上面写歌词。然后我人生的第一个荣誉假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真的吗？对，就是因为写得很好会有荣誉假？没有，这很荒唐。就是因为我们要被送到外岛的人，我们都要先集中到前运队，就是我们这一群签网们，签网全部被集中在一起，每个都苦瓜脸，都像要死过我一样。对啊，每个都打电话都是分手电话。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下面写了一些自己的歌词，然后辅导长就问我说你这是什么？我说我写歌。他说你喜欢写歌？我说我喜欢。他说你以前是歌手？我说我不是。他说那你会弹吉他吗？我说会一点。他说我们部队有吉他。哇，真好你要不要晚上？因为我们再过下礼拜大家船就要出港了，你要不要给大家就是办个表演，然后让大家听一下真的音乐？你如果可以表演的话，我帮你放18荣誉假，就是提早一天让你提早一天回去这样子。那很爽很开心啊。很开心。班长就说我们那个连上有吉他没问题。班长跑去拿了吉他过来。我看到那个吉他之后，我开始担忧国军的这个军事器材，有没有调音？不是，它是一个古典吉他尼龙弦的，但是它上面装的是民谣吉他的是钢弦。我就跟班长说，班长这个吉他不太对吧？他说这吉他这有什么问题？我说它是吉他没有错，但它是一个古典吉他，它上面装的是一个民谣吉他的，很难弹。对，然后之后我已经觉得够荒唐了，更荒唐的是另外一个班长就过来就说那个当然不是民谣吉他的弦，那个是电吉他的弦。哇，我什么东西？他说因为我们部队上面没有古典吉他的弦，所以我们就找乱装就对了，就装啊，没查我们就反正就硬就弹了，然后弹，然后就是很开心就唱完了。第一个荣誉假就是因为写的歌，然后就放，哇，真爽，很开心那个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很像开演唱会因为连长把全连部队全部的人全部叫来了。然后你知道压力山大，突然你要在上面就是在那边弹自弹自唱，然后表演但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唱什如果你妈想要摇把回家，那就一起来反抗班长。我忘了。哇塞，鼓励暴动就对了。对。然后那次之后禁止说我表演。哇。还是有放荣誉假。哥，这样伟伟在那当兵的时候有写歌吗？我当兵的时候其实没有，但是我当兵一直在用电脑，因为我是里面算是我那批比较特别，因为我是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先去当兵了，
所以我进去的时候都是我的同梯里面130几位吧，好像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还蛮印象深刻的是连长在骂人说你们这一梯什么不这整个100多个人里面只有10个人有高中毕业，就其他人都是辍学或是休学这样子，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算是里面比较有证照啊什么的，会用电脑什么的，然后他们就叫我去做那个恳亲的一些记录影片，或是欢迎家长什么的那种文宣那种东西，对，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打电脑。我的心中生活过得蛮轻松的。那你的音乐之路是从哪时候开始的？好羡慕哦！啊，其实跟当兵那时候音乐之路跟当兵没有太大的关系，我都是之后做 YouTube 之后才开始。哦，你是反而是当完兵之后先做 YouTube， 然后才，因为他们从很早就开始拍短影片。2017年，对，2017年开始做 YouTube，然后做到现在办演唱会。请问，在音乐黄金年代的国文老师，您怎么看待我们这一代的荒唐心情？不会啦，我觉得你们用自己的实力，然后你们也是一步一脚印建立这个，我觉得很佩服啊，也很棒。其实我听到你们2位在当兵可以写歌，我很羡慕。你也知道我当年是我在交大3年级就拿到大学城10次文明总冠军，打败尤克里里。我那时候还打败林志炫跟李记嘛，对啊，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很多音乐梦，可是我当了兵，我是真的被操到。我们军中有没有吉他？然后就是，但是我在里面写了很多日记了，因为我那时候失恋嘛，对，痛苦，所以我写了很多诗。我倒没有写什么歌词哦，真的哦，对，反而是写诗，对，写了诗，我画了很多画，因为我很喜欢画图，然后我就写了很多的诗。那我们那时候我也听很多音乐，因为那时候有 Walkman 随身听啊，哈，那时候随身听可以带进去的，我们可以带的，对，我们可以听的。那为什么我这个时候不行？为什么？所以应该说我在那时候预备了我的音乐养分，但我并没有在当兵就开始创作啊，可是可能也没有心情创作。唯一有接触音乐就是有一次军歌比赛，然后连长知道我是大学生，他就叫我出来当指挥。后来我就带大家用带动唱的方式，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我们拿到全军区的第1名。我有问题，那个时候你的军歌唱什么？你们好多什么九条好汉在一班，这个在电视上面听过。好汉在一班有没有？我们实际我当兵没有唱这个，你没有唱这首，没有唱，我有唱到这个还成功岭都要唱这个。我是在金6节，宜兰金6节。我在金6节啊，真的吗？你在金6节，我第2次入伍就在金6节，我是在宜兰金6节。Oh my god， 老乡啊，天天都在下雨，天哪，每天都在下雨，每天都在下雨。后来我在金6节的时候，我站在那边，金6节很漂亮，很山，那个远远都是山嘛。我突然觉得说，我的爱情就像那么山那么遥远朦胧，遥不可及。那边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与世隔绝，金6节。不过后来因为一直下雨，他们盖了风雨操场，就是我们每个营的后面都有一个铁皮，所以不管有没有下雨都要操课。哇，辛苦！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受训？成功岭。新训在成功岭，所以成功岭好像听说去成功岭都会唱什么我有一支枪扛在前方上，对，然后不然就是什么9条好汉在一班，还有什么我有一支枪扛在肩膀上，对，有，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国教钢厂军流军纪，然后陆军的军歌是风云起山河动，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唱这首。但我有一个很可爱的故事哦，有一次不小心太早了，然后连长好像还在睡觉，对，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他就起来骂我们在唱军歌的阿兵哥，说以后早上不准唱军歌。我们从此之后早上就没有唱军歌然后我永远都记得，我一点乐趣没有。那时候我们的班长都叫他土皇帝。Oh my god！ 因为他就说你一句话就把所有那个之前的传统给打掉了。因为连长都2年就会轮调，就会轮，所以不同的连长刚来了部队之后规则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当兵那时候曾经想要签志愿役的，我是真的想要签志愿役。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在那边算过得很开心，然后你又有一个适应固定，我很适应军中生活，而且福利社又赚的蛮多的，福利社就比真正的那个军饷没有乱讲，没有。但是我就跟连长讨论，我很认真跟连长讨论然后连长就跟我说，他很怕换了不同的连长之后，这所有的一切都会变了，都会改变。你觉得你在这边很适应，但是换了连长，可能新官上任就不一样。对，你可能就变得不适应，你还是回台湾吧。你知道我当兵，其实我还蛮认真的。后来最后我退伍的时候，我被颁发
就是那时候叫做全国优良士官兵奖。哇，然后要去哪里？要去陆军总司令部接受总司令的颁奖。好酷啊！是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你当过宪兵吗？不是，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我知道，因为炸香蕉，印象深刻的兵。我的可能就是创意十足，带大家给大家生活很多乐趣，所以我的连长就提名我们营长就说，来，你就是代表我们接受总司令颁奖，那我觉得很大的荣誉嘛。那我就到了陆军总司令，你知道吗？总司令亲自接待我们，那时候各地来的优良的士官兵，有一个环节是这样，总司令说，你们当了这么久的兵，要退伍了，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给我们陆军的？好，就像你那个建议，对。可是我们事先都讲好，这就是总司令会问，不要提任何建议，反正基本上就是那是过场就好了。我就举手了，反正我退伍了。果然是。天哪！你知道我举手的时候，那个旁边总司令、那个副总司令有多紧张吗？请问，他说，小兄弟有什么事？我说，报告总司令，有一句话我可以说吗？是，总司令说，难得说吧，直接说，不要怕。我说，报告总司令，我们当兵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说一套做一套。哇，天哪！我说每次，我们都要检查有没有穿黄埔大内裤，有没有？是不是军中要穿那个黄埔内裤？不好意思，报告黄老师，我没有，没有我的已经是穿三花内裤。好，那很简单，你们要不要听谁来改革的？谁？我。哇！当初我就说，为什么我们阿兵哥检查的时候要穿黄埔大内裤？我们其实都是检查那一天才穿，平常我们都穿我的三花内裤或是三角裤。我说这个叫说一套做一套。而且黄埔大内裤这么难穿，穿久了会有烧裆，你知道吗？就是会摩擦。我说为什么不能让我们穿好一点的内裤？总司令说，很有道理。我差一点说，总司令，你现在穿什么内裤？还好没有。总司令打黄埔大内裤，但是我这个奖拿走撤离，我忍住了。然后总司令就说，这个小兄弟的建议很好，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所以我们现在没有穿黄埔大内裤，是要感谢黄浩仁老师。我不敢说，但是我那一天勇敢的说，因为那一次只有我举手。那我有疑问，你回去之后又怎么样吗？我要退伍能怎么样呢？顶天了。对。然后我就那一天，其实我有跟总司令说，总司令，我现在穿的就是三角裤。因为很凶，你不会检查。我们当兵为什么要说一套做一套？这样子造成大家对不对？好酷哦，酷。刚刚你有说到一首歌，你在当兵写，我想听。真的吗？你有成品吗？我们难道有？因为我刚刚讲 Apple Music 上面是找得到这个音乐的。还有当年的跟那个团员的团照都还在上面，真的酷我们有这个荣幸能够蹭爆黄老师，能够不敢当，我很想听。真的吗？就有话直说，不然我怕他明天就跟我说他要发片。你首先拒绝我。对。然后说不要想了，你还是继续拍工业。对，我们要老实讲哦，不要。其实我跟你讲，超认真。我刚才有听你小唱2句，你的声音是好听的。真的假的？勇敢发片吧。我觉得这一段可以让老师，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超偶的年代。好，请老师专业。等下听完我的，你不要假装你没事哦。等一下你也要。我刚刚想说，为什么要开这个？哇！毕竟那个老师，你知道他接下来要去哪边开演唱会吗？我接下来要去香港，对，这是我首次的海外演出。在哪里？在麦花臣场馆。好棒哦，恭喜你，开心。我真的以你为荣。太好，加油！这样讲越来越可怕了，等一下。我们今天有荣幸让曾经第一个华人上过卡内基音乐厅的黄国文老师。我可以稍微讲一下，我第一场的演唱会我开在鸟巢。哇，天哪！北京鸟巢。那一天来了8成满的观众，好夸张啊！在2017年这样多少人啊？7、8万人嘛，对，很可怕。我从来没有开过演唱会，但是这是我的梦想。但是这个梦想，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来聊这个。对，你有没有听到老师他刚刚讲到那句？下一次我们再来聊这个。下一次老师你可以找动力火车一起来聊吗？有，很想要聊那个海军陆战队。动力火车来，我就只剩下动力马车而已。我是马车，我是觉得我有梦就去做，勇敢去做，追。
听一下。但是中间老师，你如果觉得面有难色听不下去了，你就举手把它卡掉。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随着喊听吗？所以当然可以。真的吗？当然我可以选择不听。可以。好，我不听。听一下，至少听到主歌嘛。有点太快了。听完。你知道每天有多少人要拿音乐给我听吗？我觉得一定很烦，对不对？也不会，真的吗？我如果可以都听，如果我可以鼓励一个人开始追梦，我都觉得很开心。他已经开始安慰我了。他看着手机看起来却很伤心，当他拿手机看起来却异常冷静，他拿着手机贴着脸，有一点酷。不发一语，当他拿手机看着自己，表现不是真的自己。没有人。那我们在老师这个赏析音乐的时候，是您要不要跟我们聊聊你当兵最快乐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最快乐4个月当兵，4个月，我当时是2个月在金六节，然后2个月，我们那时候没有下部队耶，我是只听说之后的4个月是下部队。我们那时候是有一个学校，它专门是给4个月的兵，所以我的梯次很前面，所以那一个营区开的时候，它本来是个废墟，对，然后我是里面的第1梯。我是那个废墟开启的第1梯，所以我大部分都在做整理营区，然后呢打扫，然后呢帮忙布置下一批学弟们的房间。可是为什么是在废墟？它本来是一个空军学校，然后后来荒废了，没有收了，所以呢那时候他就把它当作是我们4个月的兵可以先进去训练的地方。然后我当时是炮兵。对，不过我是炮兵里面比较相对不用跳炮操的人。您是什么炮？我是观测兵。哦，你是观测？我在写数学的。你们的大炮是真的有炮155炮？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会摸到炮本人。你当了4个月，你不知道你是什么炮？我是炮兵，没有，我要讲我们炮兵里面我们有分不用跳炮操的，就是我们这个观测兵。观测兵是在拿蔡司跟莱卡。我知道。定位，对，水平。然后他们会在一个地方叫做观测所。对啊，观测所是真的，观测所对。然后呢，我们要算的是，例如他会告诉你说，几度，然后呢敌军在这里，那你的炮从哪里要发射，你要用什么角度，然后距离，然后我们要去算那个3角函数。那数学要很好。我跟你说我跟他的军种是有关联的因为他们观测完之后，他告诉我位置，对，告诉我地形。我是射击士嘛，我要告诉就是火力要往哪边打。可是你不是说你才是算数学的吗？我也算数学啊，观测也算数学啊。那请问你的兵帽是正带还是反带？正带啊。为什么有反带的吗？测量的时候可以反带。你看，对，还好。我们在用器具的时候可以反带。我差点被大家以为我唬烂。对，测量的时候是反带。对，因为光线的关系。那所以你有去过观测所吗？观测所好像没有军中也没有这项东西，因为毕竟它是空军学校，对，它就是空出一个地方这样。我要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个很酷的事情你知道我当兵算是过得还不错，然后我算是也当下结下了蛮多好人缘的。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一退伍之后我就开始玩乐团，然后玩乐团玩，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吉他手，换他要去当兵了，就他就最后抽签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多小？他抽到了跟我一模一样的连队一样的单位，哇，超酷！等于是我当时，所以都在澎湖这样。都在澎湖上面的那个小岛。哦天哪！而且是一模一样的单位，一模一样的连长，一模一样的长官。抓交替。这个你知道这个几千分之一，我为了怕大家觉得我唬烂，那个人叫赖宇哲。哇，别公布他。到底为什么要讲？因为像我上次讲那个沈俊宏一样，就我们要先呛出这个真的有这个人存在，你去问他到底真的假的。然后就抽到了。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当兵去弹吉他嘛，我就跟我吉他手他去那个录的时候跟他说，我把吉他藏在哪里吗？中山市里面的那个小仓库里面。但是他有找到吗？没有，到他去的时候，我们已经移访了，所以他已经。吉他可能现在还在那里，吉他可能有可能还在那里哦。哇，老师听完了，哇！我直接说一句话好吗？你们这个团是不是很喜欢 Nirvana？ 我很喜欢 Nirvana， 他很喜欢，我很喜欢 Nirvana。对，这首歌让我想到 Kurt Cobain， 就是 Nirvana 的东西 ，right？ 我讲的没错吧？对，包括整个风格、整个呐喊的感觉 ，Smell like a Teen Spirit 那种 feeling，我觉得很有态度，很暗黑、另类，但很真实。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修音哈。对，我觉得音乐是这样，音乐是生命的时刻的记录啊，对，它不一定跟商业有关。如果这首歌是要拿来卖钱的，如果唱片公司，如果我是 producer，
我就会帮你再修。但如果它是记录你生命中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它里面有态度，有你的思想，我一听就知道这是 Nirvana， 你们受到 Nirvana 很深的影响。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Nirvana Take Money to My Pen， 对，然后我也很喜欢 Red Hot Chili Pepper， 然后那 Guns N' Roses， 我算懂你吧？天哪，第一次有人这样说，你一定很感动。老师果然那个知音我喜欢你的副歌，我喜欢你的副歌，那个当，好强，记住了。听到没有？我有机会的哦。哇，这个不行啊！老师这样，他真的之后我跟我们说我们要转型怎么办？我要把公司的资金拿来投音乐。跟我制作人说，制作人我跟你讲，我决定了，黄公老师上次说我可以，我要把你应该找一个专业的制作人。真的吗？他要把我换掉。我不知道，不是，我是说音乐制作人。我完全没有。我们以前就是玩独立乐团啊。我是觉得你可以做的。我是否有荣幸找你？你刚刚的声音，我听到你清唱的声音，几句的声音，又比现在更成熟。老师找你写一首歌很贵吗？多贵？其实这个不是这个，我觉得他福利社的钱应该赚得够。你邀不到老师，很抱歉。其实我超认真，我跟你讲，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真的吗？你如果想做，我们可以来聊啊。真的吗？其实我一听就知道你想做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写的歌词有写了几句是当兵的时候写的，然后但是到后面我退伍之后，你就看到很多网络数位爆炸的时代嘛，对，所以很多人就是拿着手机可以攻击别人，拿着手机可以怎么样，然后就把它最后就把它合并，然后团员们就一起卷啊，然后做啊，很好。你知道这是最可贵的东西，这是最可贵的东西。但是我们以前像我自己玩过几个乐团啊，我真的觉得玩乐团的时候是一个很美好的时光，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团员可能大家都很穷，然后大家都就是会为了一个表演几千块，然后我们就练团啊去啊，然后但是也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很不成熟，所以你就会变成就是很多表演大家会有不同的纠纷，会有不爽啊，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吗？常常说同甘苦共患难，其实同苦比较简单，同甘不容易啊。赚到钱就分不均，但是没赚钱的时候大家都一起拼，对不对？所以很多团现在如果还赚到钱还没分的这些团都了不起，真的很厉害，都蛮佩服。五月很厉害，但是很厉害。我真的觉得不同时代，我必须承认讲哦，我在以前玩独立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想说五月天，就是你那时候你会有一种了解，然后你真的是到现在觉得好像五月天太 pop， 对不对？对，然后因为我们都嘛听什么 Linkin Park， 然后听什么就状态，然后但到现在哦，你真的觉得五月天好屌。你可以，他们的确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你知道，他们就是能够历久不衰，因为他们其实简单说，我喜欢你的名字啊，超认真少年。不管你几岁，都还是超认真少年。少年就是热血，少年就是还有那个纯真的心嘛。他完全讲中我们一开始太猛，因为太多人误会以为是因为他现在少年，可他其实他现在已经要中年了嘛，就是少年是那个初心。这是你少年时期，但是你仍然有那个少年心。我觉得心少年的心不能变哦。其实我老了，但我的心还是少年。那我觉得老师完全讲到我们当时取超认真少年的原因，那个名字少年是我们希望大家永远保持少年之心。你知道人生2个最重要的事情，你都说了，真的吗？第一个叫做少年心。我觉得做音乐绝对要有少年心。我觉得少年心就是初心啊。你多么爱音乐，你成功以后还是那么爱，你才会做出一直做好音乐。我们现在只能靠着买吉他去满足自己的私欲。第二个事情叫超认真。如果超认真加上少年心，就可以一直做音乐。有搞头有搞头！我今天听到尾巴都快屁股都快翘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真的听少年版的哦。哎呦，微微来一段。微微，然后因为那时我就是收到这个邀约的时候，因为我当兵没写歌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回想一下我当兵的时候的样子去写，然后我就发现我跟你的风格超级不一样，我们完全不一样，我好期待，我想听。OK， 完全因为我的是很 rough 的，我就直接唱，可以吗？你要清唱哦？啊，对啊。真的吗？清唱太棒了！你要需要吉他伴奏吗？不用，我们有吉他哦。什么吉他？太烂了，我不弹。真的吗？老师你鉴定一下，这个是我们那个同事工作5周年。哇，同事工作5周年，我们公司送他的福利。J45吗？不，这个是335。哇，335！我们公司因为他那个时候在我们公司做5年，这是他的年终的礼物这样子。
335是很厉害的吉他，你真的很大方听到没有？黄国文老师说我很大方哦，很大方我跟你讲，我有个 LINE 的吉他群组，里面有超多人想要买335。你知道，如果你看老师的频道啊，它里面真的有超多那种战前时代哇，在战后年代，或是跟他妈妈一样年纪80几年的吉他。其实我有非常多吉他，我有3把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展览的吉他，哇，我有2把马丁博物馆里面的吉他，对，但在我手上。这些他又把他一些军火库拍在他的频道上面。我觉得如果听我们频道以外有兴趣的人，可以看老师的那个频道。可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今天我觉得可不可以稍微蹭你们2个的光？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2位 YouTube 的前辈跪下。你们真的是很厉害，然后你又做得很成功。我现在刚刚开了新的频道，就是我也做了不久，我叫黄国伦老师就是讲吉他那一个就是我了，好不好？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吉他先拿？因为等一下你清唱的时候，说不定老师会抓到一些灵感，以后你跟老师邀歌的时候会比较容易。哇，但这样子其实很紧张。伟你就唱，你千万不要有人担心。68拍，68拍，哇，68拍讲出专业术语啊！68拍很棒。那我直接来了。同一张床，你来自哪个地方？有梦想还是心慌？虚假的伪装去隐藏，我没有不一样，依然想起。会让人红了眼眶，我作息正常，却没有你在身旁，写日记当作成长，透明的不安怎么放，日复日的重量谁都一样，说过那句违心的话。哇，虽然没有伴奏，但我们也听到。你要68拍就是摇摆，有圆舞曲的 feel。老师，这2位，如果您是制作人，您想要签谁呢？现在抄我今天要淘汰一位吧。哇，今天有没有淘汰一位？我定的。那我的很 rough 的，真的很 rough。不要，他们2个不能同时晋级吗？我们2个好好的，我不能一起合作吗？一起签是不是？我这样讲他的歌我就是说 rock 狂躁愤青当年，但他的心中很 peace。他有一个美丽新世界，很温暖很温暖。我觉得那个是可以感觉到。我觉得你心中有一个 beautiful land 在里面。虽然你经过一些辛苦的路，但我觉得你的内在，你心中那个 garden 那个花园是漂亮的。所以你可以开出一些很美丽的花朵，那个花朵就是你的音符。哇，谢谢老师。哇，这就都是音乐的元素。我好奇你自己喜欢哪一些音乐的乐团乐手，还是喜欢哪一些？我最喜欢的歌手是卷邓紫棋。真的哦，邓紫棋是我好朋友真的吗？我上礼拜去演唱会，才去他香港的演唱会中场，对他的最后那个 Angoria 对的最后一场。那你自己心中有排名，就前3位超爱的音乐乐团还是人吗？还是应该就是邓紫棋一定是第一名。对，然后再来的话。有一位是国外的歌手，她叫 Maisie Peters，对，然后她是一位女生，对，然后我也很喜欢她的作品。你知道我曾经很喜欢3个乐团的主唱，就第一个就是刚刚老师讲的那个 Nirvana 的主唱，然后他之后走掉了嘛，就是他是自杀走掉的。然后之后呢，我喜欢一个日本的乐团叫 Pay Money to My Pen。但是之后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也自杀走掉了。我就唯独只剩下喜欢 Linkin Park。他说 Linkin Park 的主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走掉了，所以我就不太敢再喜欢任何乐团。我可不可以警告你不要喜欢我？你有死亡笔记本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人生最喜欢的前3个乐团我说不是什么华人音乐，就是前3个乐团，然后全部主唱都走掉了。你知道你喜欢的东西都是绚烂而短暂的。
他们都是昙花一现，非常美丽，可是他们就是很快速的燃烧。但是你喜欢细水长流，对，他喜欢绚烂而短暂。我今天是来干嘛的？我们来聊当兵的，当兵。其实我感觉音乐就是人生，音乐就是生活。既然到这个节点，我当初当兵多年以后，我写了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我唱一小段好了。等一下，我民谣吉他哦。好，民谣吉他，换一下。我刚才那首歌真的我还记得，很好听啊。老师太好跳，我的老师会很开心耶。秀珠老师，民谣吉他，你的老师是谁啊？陈秀珠老师。那很棒，专业的，很厉害的老师。我在当兵那一些年我没有写歌，但是我后来我记录我当兵的那一段日子。我不知道这日子要熬多久，但我知道我一定能度过。我不知道多少考验在等我，但我知道绝不能退缩。我是知道不知道，或是不知道知道，我的幸福一定来到。哇，太厉害耶！这是可以免费在这边听的吗？其实我觉得听你们唱歌就好，因为这首歌我可能我最近嗓子还是不太好，但是你这个已经是嗓子不好唱出来的样子了，很可怕呢。但我觉得你们两个的歌，让我很有灵感。我当初就写说，我不知道这日子要熬多久，但我知道我一定能度过。我不知道是否能实现我的梦，但是我会奋力一搏。那我这一首歌比较有趣，我是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知道，但幸福一定来到。其实这是我人生的座右铭。我们有一个信念，这也是音乐的信念，就是我们还会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好酷哦！因为刚刚那个是我自己的吉他嘛，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觉得讲资深的有点怪，就是真的超实力派的音乐人，真的是你随便拿一个，然后随便弹，而且我选超久没有换。喂，那一把吉他是好吉他哦。对，然后他就直接马上就来，然后唱完之后跟我说：“我今天状况不好。”我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可是今天既然请到3位音乐人都来了，我们做个结尾，要不要来唱首军歌？结尾了，我已经军歌吗？我跟你们说，他结尾的时候还有很多想要聊什么唱军歌。你这个制作人怪怪的。我们有符合题曲，但我觉得我不是太荒谬了吗？这样太荒谬了。我觉得很荒唐，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好，那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决定做一个非常厉害的结尾，就是我们3个世代一起来唱一首军歌。这是什么结尾？OK， 没关系，很好。老师，那个来 YouTube 的网络世代真的千变万化，跟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来唱《英雄好汉》还是9条好汉？英雄好汉，英雄好，因为我们刚三条好汉，3条好汉。我们现在的版本是什么？你们唱的版本是什么？英雄好汉，英雄好汉吧。老师以前唱是9条好汉，那我们就以现在与时俱进，英雄好汉。那我们谁要来当班长呢？当然前面会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然后前面会有一个人他会先 key， 英雄好汉。但是前辈啊，我们老前辈，预备唱，这样子。好，对，我要从1、2开始吗？6、7、8。1、2、英雄好汉在一班，英雄好汉在一班，预备唱。英雄好汉在一班，英雄好汉在一班，说打就打，说干就干，管他流血流汗，管他流血流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黑。好，我们在这里感谢今天王国恒老师还有伟伟一起来上我们的赵认真频道，谢谢，很开心。希望有机会还能够再次邀请2位。好了，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请欢迎你按赞、订阅跟分享。那也不要忘记哦，就是黄氏兄弟的频道，还有黄国伦老师的吉他频道。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国伦老师，我最后离开前有一个请求，以你在这个演艺圈的辈分不敢当。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动力火车？知道啊，很厉害啊。你知道他当什么兵吗？听说他们是当到最厉害的是梁山。对，那小弟曾经有发讯息的问过他，但他没有理我们。不知道您认不认识动力火车？愿意帮我们发个讯息问他说，你要不要来上我们超认真少年频道的节目？我觉得能够发他们来，一定对当兵主题非常棒。那我来找看他们会不会也跟我说，你们一边凉快去，因为他们在凉。那老师，那我最后一个问题，你说，请问，请您帮我们找动力火车来上节目，跟我发唱片，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困难？找动力火车比较困难。